今年是 KPL 的10周年，聯盟會推出一系列的懷舊活動。如果來評選10周年的10大選手，都會有誰呢？2016年我會選擇孟磊為代表，這是毫無爭議的。聯盟春季賽的轉場用了韓信的武器，可能也是在預熱。在那個年代 ，KPL 沒有如今這麼高的人氣，無論是比賽場地還是設備都略顯簡陋，遊戲機制也沒有如今這麼完善。孟磊用一場偷家改變了遊戲機制，也徹底讓 KPL 出圈了。很多人是因為孟磊知道了有 KPL 聯賽，知道了 AG 超玩會，他帶來的意義早就超越了當年的冠軍。可能現役的很多選手都是看着孟磊的比賽長大的，從當年的小學生粉絲變成了職業選手。偷掉水晶的這一幕也將會成為 KPL 的永恆經典。2017年的代表選手是 QG 的 Fly， 這一把花木蘭的武器应該也是在暗示了，当年的 QG 剛從次級升入 KPL 就展現了無敵的姿態。QG 五虎加上葛米尼教練共同締造了3連冠的成績 ，Fly 3連 FMVP， 而且那一年只有3個比賽。17年的 QG 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支包攬全年所有冠軍的隊伍。當年的 Fly 用花木蘭、露娜這些英雄統治賽場，是純純的天賦怪。尤其是秋季賽決賽的露娜在高地反殺諸葛亮，至今仍然是經典。2018年注定是屬於9成的一年，和 Fly 一樣，9成也是一年拿了3個 FMVP。有人說當年是中和時代成就了9成，但實際上並沒有所謂的中和版本，而是9成自己打出來的版本。其他隊伍並沒有 Hero 那樣以中单為核心，是因為当年的9成太強了。干将莫邪這個英雄在他手裡就是恐怖的代名詞，動輒40%以上的輸出，到現在他也是炮台法師的代表。2019年的代表人物我會選擇 Cat， 他從 QG Happy 轉回到 E-Star 和 FMVP 有很大關係。當年和 Fly 同隊的時候一直沒有 FMVP， 這也讓 Cat 迫切想證明自己。所以我現在真想問一下 Cat， 你當初轉會的真實原因是什麼？如果按結果來說的話是這樣，想去證明自己也是可以站到這個位置。是啊，是有一定的。2018年下半年來到 E-Star， Cat 並沒有打出太好的成績，但到了19年花海和無名加盟， Cat 也在這一年證明了自己，拿到2冠2個 FMVP。那一年他是法刺的代表人物，也是當之無愧的年度選手。2020年的代表人物肯定是暖陽。上半年 TS 經歷了欠薪風波，但他們也創造了 KPL 的歷史，唯一一支败者組身份進入季後賽並最終奪冠的隊伍。大家並不看好他們，但他們就是創造了奇迹。到了當年的世冠總決賽0-3落後的情況下，暖陽帶着隊友一分一分的追，最終完成了讓3追4。這一場也是 KPL 迄今為止播放量最高的比賽。暖陽拿了2個 FMVP， 也代表了大家20年的回憶。21年的代表人物，我覺得是青龍。上半年青龍在 Hero 春季賽拿到冠軍，並且收穫 FMVP。世冠 Hero 表現不佳，青龍和子陽選擇轉會加盟 E-Star， 拿下了下半年的2個冠軍，就此開創了 E-Star 王朝。這一年青龍3個冠軍和1個 FMVP， 雖然沒有拿到當年的年度最佳選手，但我覺得大家對他的認可程度毋庸置疑。22年的年度人物肯定是花海，當年是 E-Star 王朝的一年，只有狼隊能勉強抗衡，從 E-Star 手中拿了1個夏季賽冠軍，其他3項比賽都被 E-Star 大包大攬。而花海作為隊長和核心人物，在世冠拿到了 FMVP， 這一次沒有任何爭議，也收穫了藍的皮膚。今年春季賽聯盟這個小彩蛋是藍的武器，我想也是在暗示着什麼。23年我覺得可以給到小胖，23年並沒有哪支戰隊一直奪冠， E-Star 王朝結束， AG 還沒有完全覺醒。狼隊拿了2個冠軍，小胖在挑杯收穫 FMVP， 也有了裴擒虎的皮膚。那個時候花海的狀態已經開始下滑，而小胖正處於巔峰。他在當年挑杯打出了統治級的表現，還有流鼻血的名場面。24年的年度選手很難給，肯定是 AG 的，但中毅是3冠2個 FMVP， 長生是3冠1個 FMVP， 但年底的最佳選手又給了一諾。從聯盟春季賽的小彩蛋來看，似乎是有王昭君的武器，那應該就是給長生了。畢竟在最重要的年總，正是長生的王昭君幫助 AG 戰勝了狼隊，打出了出圈級別的表現。25年的年度選手應該會給到一諾，一諾打了這麼多年，已經是 KPL 的門面。但如果說他是哪一年的年度選手，25年最合適。AG 在25年拿到3個冠軍，中毅、大帥和一諾一人1個 FMVP。一諾的 FMVP 是在年總，並且拿到了戈亞的皮膚。其實很多粉絲都沒有想到一諾還能拿到 FMVP， 因為現在他的打法已經比較團隊化，那種單點破局的场面比以前少，但他愣是在25年年總毫無爭議的收穫 FMVP， 當選年度代表人物絕對實至名歸。